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崛起仍然是一个既定的命题吗？今天我们的直播是由这个 YouTube 平台跟 Clubhouse 平台的双平台的直播，欢迎在 YouTube 上面的网友和 Clubhouse 房间里面的网友。我们今天取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上午的时候看见一个大 V 说了一段话，在推特上面说了一段话。他其中一段话他这么说，他说中国崛起是没有力量可以阻挡的，而且可能是世界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啊。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因为我从事新闻报道20多年啊，那么在过去20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命题基本上没有人质疑啊，所以他说出这番话来，让我想起这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啊，到了20年前，也就是在千禧年的附近啊，那么中国崛起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既定的命题啊，也就是说，特别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命题已经基本上到了顶峰啊，基本上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在2010年附近的时候，会去质疑这个命题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然而，然而，事情并不顺利。过去5年啊，中国呈现了令人意外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提出这个议题啊。那么，我在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就是中国崛起的条件是什么，或者是中国为什么可以崛起？我大概的今天上午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大概的整理了一下，中国崛起有5个条件，或者是发生了5件事情，中国才会有中国崛起这个命题啊。这5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政治啊，政治条件是什么？政治条件就是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调整为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是在政治上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也就是为了配合这个政治路线，中共在政治上做了一系列的调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政策，中共实行了这个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发展私营经济，发展外资企业，招商引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与世界接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啊，承接这个制造业的产业链的转移啊，转业链其实就是接收日本等其他国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转移迁移到中国来，然后加入到全球的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这是经济政策。然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配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所以经济政策大概是这3个方面啊，就是市场经济啊，发展私有经济，外资企业招商引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加入这个世贸组织，然后就是第3个就是投入基础建设啊，这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非常重要。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形态。简政放权，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税制改革，确认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财权跟事权划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第3个。第4个，放松对人民的控制啊，那么包括言论，包括流动啊，包括体制，包括这种追求经济上的成就的这种权利啊，就是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第5个，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啊，中国是一个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啊，中国经济一穷二白，就是失去了
经济成长的基本条件。所以实际上中国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制度这些方面，其实全部都是依靠西方，全部都来自西方。西方国家提供了这5个方面的条件，如果这5个方面条件不存在，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发展，中国也不会有今天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决定了中国在全世界的生存状态啊。那么，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维持一个稳定的、可靠的，或者是共生的关系，是中国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必要条件啊。这是我刚才讲中国崛起的5个条件。过去5年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啊，这个新的变化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新的变化，也许我们今天是没有必要讨论这个议题的这个变化有包括这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政治上路线上反对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回头路，就路线上政治路线上。政治上走向什么呢？走向反普世价值、反常识路线上反改革开放，政治上反普世价值、反常识。总的方向是什么？总的方向是走向反动就是走向反动这共产党经常讲反动派，他的敌人都是反动派。实际上，中共他现在走向了反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上抑制私营企业，扩大国有经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控制舆论控制言论，不让老百姓说话，窒息文化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加强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强化数字集权工具这第四个。第五个，投入大量的资源在什么呢？在军事、在太空、地缘政治包括什么呢？包括政治宣传这些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这第五个。第六个和西方的关系破裂那么当然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为核心。中美关系的破裂对抗最终引发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全面收权，把地方政府的权全部收回来有代表性的是什么？有代表性的是取消地税局地方政府没有了税局，地方政府就失去了它的财政自主权。当它失去了财政自主权的时候，它就失去了这个积极性它就没有动力，也就没有了诱因所以呢，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这个节点上，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去看中国，它呈现2个不同的样貌这2个不同的样貌呈现了2个不同的趋势。一个样貌是什么？一个样貌就是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一，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这是第一那么所以它呈现出来的2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世界工厂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世界第一这是第一，这一个。另外一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的15%，所以这个它是世界工厂，世界工厂必然会成为贸易大国。为什么？它做出来的东西都是要卖出去这是第三。第四，中国的军事实力持续上升，这个令美国忌惮我就不具体展开，每一个话题我都不具体展开讲军事实力在上升那么中国像下饺子一样的，就中国的军舰这个下水像下饺子一样
大量的水面舰艇下水。第四，第五，地缘政治影响力逐渐的扩散到全世界包括像东南亚，以前是东南亚，以前是非洲那现在是欧洲、北美都有影响力等等这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力。第六，中国新兴的基础设施和中国的新兴的中产阶级，令中国呈现出令人期待的面貌比如说中国的高铁，比如说中国的机场，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地铁中国有全世界数量最庞大的地铁中国有全世界最长的高铁等等中国的机场新建的机场数量也是全世界最多。过去5年，全世界大部分的摩天大楼都在中国建立起来，然后中国的中产阶级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所以这是你可以看到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这都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会看到一些新的迹象，那么这些迹象也代表了另外一种这个未来的可能性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口趋势，中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那么劳动力下降将成为未来主要的趋势，这一点也将对中国的未来的经济形态定下一个基调人口是个经济的基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债务率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这样的地步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它的财政收入的一半是拿来还本付息所以这是第二就是债务很重要第三，今年第2季度中国经济 GDP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增长 5.5%， 那么这是今年的高点，也就是说中国高增长的时代，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的未来中国经济只能维持 3% 左右的增长，这是第三。第四，大家知道高增长是中国的一个基本面貌，或者是说高增长其实在过去20年到30年的时间范围内是中国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是中国的主要特征不仅仅是经济的特征，而是中国的特征这是第三。第四，中国仍然存在着普遍性的贫困这个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少于1000元这是普遍性的贫困。第五个，中国的竞争力2019年全球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名报告，第1是新加坡，第2是美国，第3是香港，第4是荷兰，第5是瑞士，中国排第28这是第五。第六，西方国家以美国牵头开始联合起来，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地缘政治、科技、教育等领域向中国施加压力，和中国脱钩，或至少是局部脱钩。这对未来的中国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对外依靠型的经济体或者是外向型的经济体，它对外部的市场从资金、技术、人才这个市场依赖度非常高这是第六。第七，中国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反映在金融、房地产、科技、医疗、教育等核心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国经济非常的脆弱非常的脆弱。所以它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前提是什么？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前提就是激进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些激进的经济政策在现在已经没办法实施了，因为它的经济结构呈现了脆弱化。
然后它的债务已经来得这么高，它已经下不去，没办法往前走啊。第八，中共在政治上的独裁性、独裁化、党国化，令社会气氛窒息，社会气氛令人窒息。我举个例子，我今天看到的，腾讯，中国最大的一个互联网企业，腾讯六万个员工啊，它有6万个员工，它是什么情况啊？腾讯这家公司有党总支14个，有党支部275个，它有6万名员工，党员超过11000名，分布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8个事业部。腾讯党委对党员实行垂直管理，11000名党员组织关系全部在公司党委。公司的党委有11名委员，纪委有3名委员，都是企业高管。另外，腾讯还有10名专职的这个党务官员，然后有724名兼职的党务官员。这就是中国现在，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中国现在的这种社会气氛这种社会气氛呈现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呢，我刚才讲，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你可以看到中国2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第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刚才我刚才讲的那大 V 的那个话，中国向着世界强国不可阻挡的发展下去，并且因为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为之改变。这就是中共和他的宣传机器不断鼓噪的话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用尽了他的运气然后中国正在无可挽回的进入了下降区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在高增长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将会耗尽它所有的资源，比如医疗、教育、人口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将成为地平线上一个逐渐下沉的落日。那么我看这个大 V 下面的一个网友是这么回答这个大 V 的那段表述，他是这么说，他说倒车的中国能够继续崛起吗？太可笑了吧。如果这样的中国还能继续崛起，那我服我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世界，让全世界一起崛起这是那个网友的评价。我的判断是这样，我的判断是中国当前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4个方面都面临危机有些危机是具有急迫性的，你比如说外交，你比如说这个经济经济是有急迫性的危机那有一些是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变化，你比如说社会，你比如说这个政治它为中国的未来塑造提供条件，提供不同的条件，它会不同的塑造中国的面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在3个方面消耗中国3个方面令中国在3个方面的状况让中国错过了大国崛起的窗口。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资源消耗。中国为它成为第2大经济体消耗了太多的资源，浪费了太多资源。你比如说这个资金中国借了那么多的钱，你以为现在的东西是哪来的？都是借钱盖的，但是这个效率非常的低，中间这个各种各样的贪污腐化，所以它的效率很低，它的资源消耗非常的大。它的资源消耗非常，当你来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你后面东西走不动，这是第一个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在什么呢？还是在经济层面。第二个问题，
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在什么呢？在军事领域啊，在太空，在这些我们叫就是不管用的领域啊，什么宣传、大外宣、维稳等等这些资源啊，就是它消耗的资源非常的大，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走不动了，就是讲的不好听，就钱花完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家定位啊，我们经常讲，中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其实你讲到底是什么？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当你要把红旗插遍全球，你就要建立一个强国，我才能把红旗插遍全球。所以国家的定位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中国的内政外交。这个内政外交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跟西方国家翻脸。中国很多人讲中国跟西方国家翻脸太早，我觉得这不是早晚的问题，早晚会出问题。但是你说，当然问题出早了，当然对中共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其实没有从结果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区别，因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你不会得到，你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在国外得不到支持啊，这是第二个层面，就是国家的定位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中共的本质，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是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发生。为什么？就是说这些荒谬的事情全部都在中国发生，那为什么只会在中国发生？原因是什么？中共的本质，中共它的本质让他会干出这些事情来，他干出的这些事情决定了中国一定会错过这个时间窗口。这是我基本的看法，就是在这三个领域，一个是资源消耗，一个是国家定位，还有一个是中共的本质。好吧，我大概的就今天我就做一个话题准备，我就把话题准备稍微的浓缩一下，我就不讲太长时间，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让大家来表达你们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因为中国崛起其实是一个中国崛起这个命题，其实是在过去20年，大部分中国人安排自己未来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背景啊，就是说，过去20年，我们看中国人在判断自己的定位，在判断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中国崛起是一个背景啊。我是非常清晰的记得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正向，我觉得中国崛起那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大 V 讲的这番话，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会讲同样的话，我会讲同样的话。但是你看过去5年发生的这一切，你就发现其实不然。所以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崛起不是中国经济，中国崛起这件事情是差不多是所有中国人在给自己未来定位的时候做的一个前置性的前提，这也是大部分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他们在规划未来发展的时候，过去20年的时间，他们也要做的一个前置性的前提，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中国崛起，这是一个既定的命题吗？或者说我们可以翻过来讲直白一点，中国还能不能大国崛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好吧？如果我们今天讨论不完，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我们可以下个题目，下个星期也可以继续讨论。OK， 那我们今天这个我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我是不是 Amy？ 我是不是先把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网友的这个议题先读一些，好不好？好的，好。啊，我先读，然后呢 ，Clubhouse 房间里的网友，可以先准备一下，好吗？好。好，
观点：政治上不能寄希望于自我改革。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并没有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相反，因为经济的发展和权力的不断收紧，造就了利益团体反过来进一步制约政治改革。OK， 观点：中共走向的是一个刚解放以后的集权政权。当中共没有能力支援朝鲜这样的共产党国家以后，中共应该如同前苏联一样崩溃和清算。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清算也是非常厉害。OK， 观点：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不再被允许，赞美不够卖力将成为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非常正确。观点：高增长和大国崛起是维护政权根基之一。为了证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必须给全国人民展示一个大国崛起的盛况。然而，一个没有人民崛起的国家，哪里来的真正的大国崛起？最多只能够称之为党国崛起。小河有水，大河满，而不是反之。如果没有每个人的安居乐业，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的安居乐业，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大国崛起？非常精辟的论述啊！中国的崛起应该是什么？中国的崛起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崛起。这个命题非常的厉害，这是个非常厉害的命题。中国人民的崛起，才有中国的崛起。中国人民有没有崛起？当然没有。你现在看看中国人民被管得像孙子一样，怎么可能中国人民的崛起啊？你看看现在的那个健康码，把中国人民管成什么样？你再看看这个信用啊，把中国人民管成什么样啊？提问：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2个方面进行支持，基建以及房地产。现在中国的基建已经到头，房地产也让中国政府冻结。请问王老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已经到了拐点？中国把权力下放到基层，是否出于维稳而进行群众斗群众的运动？中国房地产是否已经到达拐点？老实讲呢，中国房地产这个预测是有风险的。为什么？中国房地产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跟普通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有非常大的区别。这涉及到整个政府，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把房地产渗透到房地产的每一个环节，所以实际上房地产不能够呈现它的市场形态，而是呈现出这种行政控制形态。所以呢，你去预测房地产的这个走势，你还不如说你去预测分析政府的意图，会更恰当。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意图或者是政府控制能力到底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的问题。那么最后当它维持不住的时候，那可能就出现了一个无法预测的结果。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房地产毫无疑问的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啊，在头顶上。中国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做的一系列的动作，都是防止这个巨大的危机爆破啊，这个泡沫防止它爆破，防止爆破的一个动作就是不能让它继续再膨胀。你再膨胀到一个程度的话，因为就膨胀了20年，将近30年，你再让它膨胀的话，那可能就会爆。所以现在的方法就是让它不膨胀，然后甚至要让它收缩，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收缩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它有可能市场出现崩盘。所以呢，政府就在这个中间在拿捏这个进和退的这个程度。所以其实现在没有人可以预测中国房地产的走势，因为2个条件，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透明性，因为它没有提供透明度的基础设施。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为了达到它的政策目的，扭曲市场的信息和市场形态，所以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分析它的。所以房地产这个情况，你就知道这个状况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它成为一个巨大的危机，政府就在搞定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而且搞不好它就会崩，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它是一个风险。所以我一直在讲，大家买房子要小心，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中国人的财产80%以上都在房子上面。那你想一下，如果它要是崩了，中国人民能干吗？不能干。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权力下放是不是出于维稳？我建议你去看一下我们前2天我们有个专门的这个专题在讲这个下放权力的问题，叫题目上来就是说变天了啊，变天了，你去看一下啊，好不好？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我再讲一个观点，就交给你 Amy。观点，从中国大陆学到的几个他们从不思考的简单道理啊。一，政策的成功不一定是政策本身的作用，更有可能是该政策顺应了客观规律的发展。二，一个资源价格上涨，当然不仅仅与供给有关，更有可能与需求相关。三，跟需求相关，错误的调控方向会造成与目的截然相反的伤害啊。三，市场经济国家会用100元做出价值200元的产品，中国用500元做出价值300元的产品，并且以之为豪，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绝不可能是褒义词。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所措，甚至把错误当作骄傲。关键是根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反馈与探讨问题，只能点赞加转发。非常到位的评价啊。Amy，好了，我这个先说这么多啊，时间交给你。好的，那我们就按序排麦吧，每个人的发言时长在1分钟左右。好，那个 Dr. Jerry 你在吗？在的，谢谢。好，刚才说的那些观点都很精彩，也很准确。我是想说，我是自己参与了这个中国崛起的过程啊，我可能比王健老师要大一点。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些叫改革开放和这个科技的这一部分，尤其参加了863的计划，是主要的几个863计划的负责人和单位。那么我认为那个时候的开放是有原动力的，也是就是牵扯到政治体制这方面来说是比较相对宽松和自由的。那个时候是赵紫阳和这个胡耀邦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都非常有理想，非常有动力去做这些事的。那么后来这30年我是在美国，可以一直在观察中国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刚才没提到，中国的崛起会在未来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打击，或者它的崛起会走入另外一个死胡同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这个层面几乎都没有了，知识分子堕落了，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好，我就说这么多吧。谢谢 Jerry， 非常对的一个看法。中国知识分子大概有3个状态，一个状态是被打击了啊，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被打击了，就是他们被打击沉沦了，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被收买，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堕落被收买。收买的原因是因为双方的立场的妥协。第3个呢，就是离开了，有一部分离开了，就像这个 Jerry，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离开了中国，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呈现的形态是这样。所以知识分子的他的原有的这个缺位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伤害。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是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不说话，但没有知识分子的声音了，所以这个社会就呈现了一个没有底线、道德沦丧的一个这样的局面。原因跟这个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OK， 谢谢。哎，好，我们先排 Tim 吧。Tim 在吗？哎，在。哎，好，好，那个王老师，我又来了啊。那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就是说毛泽东他用他独特的毛式的一个方法手段哦，就是非常有效率的把中国共产党定在中国大陆啊，然后他付出的成本也很大，比如说我3反5反大概这种，对吧？好，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发现这样不行，太穷了，所以开始他改革开放，那导致从一个很落后的中国变成40年后现在世界第2大经济体。然后第3个呢，就是习近平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毛主席毛泽东所奠定的这个不能说王朝，反正就是一个政体，很深的定在神州大陆。然后呢，邓小平改革开放40年，当然他累积了很多，让很多人富裕起来，让中国这个富裕起来了，然后也留很多毛病。也就是说，习近平一定要解决毛泽东跟邓小平所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也好，财富也好，跟所有的坏事也好。那因此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崛起是中国人民崛起，还是中国共产党崛起，还是打包在一起的中国崛起，就看习近平他下一步怎么做。你觉得这样总结对吗？谢谢。我们在讨论中国崛起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从结果的方向讨论，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国从你刚才讲的，就是说，你是从主体去讨论问题，我们是从结果去讨论问题，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角度。那么从主体去讨论问题，更多的会是他的意愿或者他的目标去讨论这个问题，而我们从结果去讨论，就是说，在这一系列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是哪些事情，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样的话会比较直观的看到你的一个方向，你的一个决定对事情的进展的影响。所以习近平，你说现在习近平中国到底能不能崛体，取决于现在习近平怎么做。这个判断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来到这个时间节点，或者我们来到这个时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结果，这是过去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这个结果，它会反映一个未来的趋势。它不会无缘无故得出一个结果，因为这个结果其实是诸多因素的集合，然后最后导致一个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当然这个样子不会一天之内全部翻掉，然后出现另外一个政策，或者出现另外一个方向，因为这个人还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不觉得说现在我们还需要重新去判断习近平未来会做什么。其实因为他已经在做的事情和他已经做完的事情，其实启示了他未来正在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以这个为前提去判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觉得我们现在判断一个未来5年的方向和未来20年的方向，这两个会是一致的，因为5年和20年不是时间上的变化，而是整个形态上的变化。因为5年之后可能很多事情都已经有结论了，所以你20年已经不需要再去讨论。所以我是觉得习近平过去5年甚至他上台之后做的事情已经可以告诉我们未来5年
会是什么样子？你说呢？这是我的看法。谢谢。好，Teddy 在吗？在。什么？王老师好，Amy 好，就是刚才认真听了王老师所说的，有一点我比较好奇，你说2000年的时候你是正面看中国的崛起，那后面因为近5年你刚才也列举了很多对中国不利的因素，那很有意思的是2001年就在张家坤呢，01年写了一个中国即将崩溃，他认为在08年奥运会之前会崩溃，2011年他又写了一个中国即将崩溃，他认为2012年 CCP 就会崩溃，现在是2021年。我的结论就因为你刚才也王老师列举了很多10几亿20点是没错，现在美国也联系他的盟友的来对付中国，那我的结论是这个是事实。我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那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崩溃？再过几年？谢谢。我从来没说过中国会崩溃你列举的那些崩溃论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们整个今天的讨论的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因为我从来不觉得中国会崩溃，因为一个国家崩溃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你刚才讲你似乎在讨论一个崩溃的问题我们不讨论崩溃，我们只是在谈中国崛起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刚才讲的那个作者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这个人那么我也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角度，用我自己的经历和我对这个过程的认知来分析和判断，所以我没有参考太多其他人的观点和看法。其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不是我进行讨论的一个前提，我进行讨论的前提全部都是事实，就是我讲的全部都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或者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至于其他的理论，我们今天不讨论，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讨论的话，你讨论不完，所以我们还是有因有果，有事实有结论来讨论问题会比较好，好吗 ，Teddy？ 好，谢谢王老师。好，谢谢Teddy 的那个参与。我们那个点点，你现在准备好了吗？点点。在我个人是没有什么观点，但是我有2个朋友发给我2个观点，我希望能读一下，谢谢。好。观点1是中国一直以来所谓的崛起都建构于无数的老百姓的血与汗之上，例如所谓先让南方富起来这类的口号，而不知道大部分都是给党当韭菜，中共就是最大的骗子，所以中国崛起从来都只是一个伪命题。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是说，任何崛起都会被搞砸，要崛起就必须让人民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民企强大等等，都抵触到了中国政府的统治的方式。谢谢，我念完了。谢谢点点，谢谢，很好的观点好，那个Steven 在吗？在。好 ，Steven。好，我快速讲一下。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崛起，其实在它先天条件其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因为后天的体制的关系，导致了整个这样的崛起就慢慢的被压制了。那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政治上面的压迫，另外一件事就是发生在港台身上的经济崛起，因为港台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 GDP 开始的猛增，然后迅速的超越其他中国各地的省份。所以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中国它能够不是封闭，而不是走回头路，或是走在一个集权的体制之下，它其实是有可能够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就像是港台这个样子。而且港台的发展甚至会是在中国大陆发展，而不是在港台身上，因为中国大陆有更好的先天条件，这是第一个观点。然后第二个观点是，我认为其实目前而言，从我们港台的角度出发，很重要的就是港台扮演着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过后与西方的桥梁，而
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当中对香港与台湾的施压，其实非常不值得。为什么？因为它也在失去与西方的连接，而实际上，中国的大陆一直想要港台跟大陆一样，但实际上是大陆应该跟港台一样，而中国大陆目前对港台所做的压迫就是两个成语而已，一个叫做过河拆桥，一个叫做自毁长城。这个是我两个观点，谢谢。非常好，谢谢。总结非常到位啊。那个 Rosen 在吗？Rosen， 好的，你可以看到。我是一个江苏的大学生，我就谈一谈现在就是我的童年们的学校吧。今年就业的同学，我只知道2个，一个考的教师的编制，还有一个考的公务员。其他的我只知道大多数考研考上的，还有没考上的准备再考，还有其他的普通的找工作的我一个没听他说。还有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准备考公务员，因为他觉得可能这些人以后在这种形势下，感觉可能会靠谱一点，就这样，我就填一下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谢谢 Rosen。哎，好，那Mark 在吗？在。在，可以看到。谢谢王老师，谢谢 Amy， 还有谢谢所有的网友。我是王老师最老的粉丝之一了。那也经常给你一些消息，包括那个深圳访的那个事情。那个我自己也是跟你一样，也是新闻学那个毕业的。然后我是80后，我又去了美国6年。我现在刚刚，我不想讲一些太大的东西，今天我只是想分享一下一个体验。就我刚刚结束了14天的那个隔离，然后回到国内，然后我现在回到杭州。我想说是我这一路来的那个体验吧。然后隔离当中，当然厦门，我最后选择厦门，因为我听说天津的非常粗暴。然后我朋友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去隔离的时候，然后外卖也不能点，然后他一直打卫健委的电话，然后就投诉，所以我就选择了去南方。然后隔离酒店不错，厦门，那这个我是客观的说。但是有一点就是让我感觉最大的不同是，当我打开电视机，中央台我不说，我就打开凤凰台。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我看了2个小时，观察整个新闻那个过程。10则新闻当中，有9则都是在讲美国，即使是在讲巴基斯坦，是在讲印度，它最后的最终的得出的结论，永远是美国不好，美国很坏，背后的阴谋都是美国。然后一路下来，包括我的朋友关心我，也会去提这些问题。他们的思维当中都觉得你们在海外其实身处了很危险的一个境地。然后只有我们中国的通过这次防疫的那个成功，事实上的成功，就说我们是可以在这里是可以不戴口罩，都是觉得安全的。你们一次又一次的疫情，造成了是网络不是特别稳定 ，Mark。那我们王老师，不然您先来。我先来吧。Mark，你回来了再跟我说一声好吗？观点：没有基础科学的长期投资，一味只追求速成的结果，只会坑蒙拐骗的社会，离崛起还远得很。情况：坐标某科研机构，最近几年中共研发的卫星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完全是制造太空垃圾，收集来的数据根本不能用。不像前几年还有点创新，我们做科研的都是偷偷买美国、俄罗斯的卫星数据做科研。其实内行都知道，所有的尖端天文技术都是军事技术，这说明中共的太空军远远落后于美国了。前段时间的祝融号其实主要研究周期是在胡时代和习早期。观点：2014年下半年经济就明显下降。东财的教授说，这个情况如果 GDP 还是增长的，那他几十年的经济学就白学了。我认为任何市场经济都是有周期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只涨不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社会保障那么差，经济下行就更不好了。
观点中国198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平均年龄22岁，那个时候美国30岁。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还没有完成，平均年龄39岁，美国平均年龄38岁，是发达国家中最年轻的。经预测，中国2035年人口老龄化达到 25%， 平均年龄更老于美国，人口红利消失，地缘政治恶化，中国已经错过了窗口期了。观点：习包子口里的中国崛起不过是中共的崛起，跟党和整个人民无关。中共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都把党放在国家前面，党的利益高于国家民族。如果从共产党的角度看，的确崛起了。毕竟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共这样垄断权力与国家利益，非常到位。观点：崛起这样的说法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是这就是搞政治的人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的一个口号。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崛起的定义，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实现。至于 CCP 的所谓崛起，内核其实就是一种想要称霸地球的野心。不管什么政治体制，有人以这样的口号作为执政的目标的话，真的需要警惕，加以戒备了。非常对。观点：从经济体量来说，可以说是崛起，但是文化和科技上并没有崛起。中国还远远的没有恢复到封建王朝朝贡体系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共产党这一套价值体系自守都很困难，更别说影响输出全世界了。观点：80年代到2000年左右的社会动荡，是年轻人占多数的躁动青春型的社会青春痘，而2020年之后的社会动荡，则是慢性病缠身的老年斑。2020年后的中国是地球历史上速度最快的老龄化，我们每1秒钟的经历和见证都会成为历史。奢谈崛起，而是谈下坠的时间，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观点：现在基本各界都肯定，中国的 GDP 总量在未来10年几乎注定要超过美国。但从历史上看，1978年左右，日本 GDP 超过苏联；1987年左右，西德超过苏联；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的 GDP 已经跌到世界第7名，落后美日德法意英。但是苏联依然被认为是超级大国，而日本、德国这些都不是。所以即便中国 GDP 超过美国，也不能说明中国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我可以肯定的说，在未来20年，中国的 GDP 都不可能超过美国。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而且它的低增长，它所反映的价值没有办法跟美国比，所以未来10年注定要超过美国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这是虽然中国在明里暗里在推动这个认知，但是这个认知明确的说是错误的。美国的世界地位不仅仅是经济总量，还有政治、军事、文化甚至价值观的影响力。这几个方面中国都远远落后美国。中国因为起点低，增速快，另外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人均只要达到美国的1/4就可以超过美国。另外中国还面临3座大山：一、高龄少子化；二、通货膨胀，人民币外升内贬；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香港以外的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解决这3个问题。虽然中国的 GDP 几乎已经肯定会在10年内超过美国，我还是不同意这一点但最终会被这3座大山压垮。20到30年后还会被美国反超。之后由于印度出现明显的劳动力红利，经济会明显加快，中国的 GDP 甚至会被印度反超。我的判断是什么？我的判断是，第一个，
这不是我的判断，这个是这是人口学家的判断。其实中国人口从2018年、19年已经开始下降啊，所以实际上目前中国的人口已经不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是印度，中国现在人口只有12亿多一点，所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人口在持续的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进入低增长的周期跟什么有关？跟人口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所以中国的人口在下降，然后中国进入低增长的周期，中国是不可能在未来10年GDP 超过美国的。观点引用网友的一句话：以前觉得国家强大了就没有人能欺负我们，后来发现国家强大了就没有人能救我们了。啊，这个话我还可以加一句：现在发现国家强大了，国家更欺负我们了。啊，国家在欺负我们。啊，理解吗？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欺负我们，只有国家在欺负我们。啊，观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导致中国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则强化政治体制退化的倾向，从上到下的内卷。老实讲，我就没有看到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跟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联。政治体制改革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政治解决，或者是你可以看，就是一个国家的政体有什么决定，有很多因素决定，在中国只有一个因素，枪杆的决定。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它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它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啊。中国因为它是个大国，它的经济形态呈现的多样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所以你可以看中国有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你如果只在一线城市，你会发现这是个发达国家啊。但是中国还有广袤的农村和内地，你在东北，你在西北，你在西南，你去那里看，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它呈现的这个多样性。所以中国会有很发达的科技啊，或者中国也有很发达的科技，中国也有很落后的手工业、制造业。所以中国到底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形态？我们不能够一刀切，也不能够拿其他来对标，没办法对标，要具体的分析，不能偷懒啊。观点：从中国的近现代史看，中国这个大染缸里，无论怎样的现代政党，几乎都会最终走向皇权化、独裁化。民国的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如此，中共的毛习也是如此。似乎在中国这个文化底蕴和人口基数下，拉长时间线来看，都会找出最终的结果。这是中国人的陷阱吗？唏嘘。我基本上不大同意啊，这种历史必然论我是不同意的啊。你看一下这个台湾就知道，蒋介石在台湾啊，最终退守台湾，台湾不是现在的民主化了吗？很多人讲啊，台湾是个小地方，我们是个大地方，这种理由你讲得出来，我们什么好讨论的，是不是？观点：中共的邪魅在于，它集中了共产主义的暴力血腥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皇权崇拜的基因，两者结合造就了中国的暴虐，基本上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里面最极端的。Amy， 我是不是要把时间给你一下？好，我们那个现在按麦序拍卖啊，一个人发言时长大概在1分钟左右。那个 Mark 你在吗？啊，Mark 被消失了。那好，我那个 Try。王老师，大家好。我觉得中国崛起这个话题是个太大的话题了，就是用1分钟的时间，肯定我没有办法涵盖太多方面，我就说一个小的方面吧。我主要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说中国公民的这个最基本的科学素养这方面，我觉得如果拿这个去套中国的崛起的话，都非常非常的不符合。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比如说我挑起一个最有争议的话题吧，中医，我知道王老师之前做过
一个话题。我现在声明立场，我是完全反对中医的，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跑题嘛，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中国大陆近些年来是已经打压了所有的，哪怕不是别说反对了，就是哪怕一丁丁点质疑中医的声音。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逻辑思维，就是罗振宇，他之前就是在好几年前就做过一个你怎么还信中医，现在你搜油管还能搜到，他那个里面非常彻底、很系统、有理有据的反驳了，从根儿上反驳了中医。那么所有的这些言论在中国大陆，因为这个逻辑思维嘛，他在中国大陆赚钱嘛，得到嘛，现在完全都搜不到了。那么然后我们再看，就是说2020年中国公民的基本的科学素养，可能16道题，这是中国大陆自己出的一套，可能还要简单一些，其实都非常简单的题，什么地球是不是圆的啊，光在宇宙中的速度是最快等等这种问题，答对的人或者是说具备这种答对13道题，好像就是说还是10道题以下就是合格，但是中国的这个合格率只有10%左右。所以说我在想，那好，咱先不说那些宏大的话题，咱们就说最基本的，那老百姓最基本对于自己的生命的健康，那么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你一个唯物主义政党，那么你在科学的普及上面，包括最近打压回形针呐、科学松鼠会啊，全都煽帖封号，那么整个这个国家不会就成为了个神棍的国家？你看，如何号称你是唯物主义政权？我觉得这种矛盾和冲突，再套到什么中国崛起的话题里，就很荒谬啊！谢谢王老师。那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好。我在我刚才前面的话题准备当中，我讲中国走向的是什么？中共的取向是什么？就是二反，一个是反常识，一个是反普世价值。常识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科学的态度，科学态度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就是科学的态度其实是常识的其中一部分，所以非常同意你讲的话，谢谢。好的，Mark， 你回来了吗？那我们走下一位，Daniel 在吗？好的，那个我想讲的话，前面那位 TV 先生基本上也是差不多，是吧？中国崛起这个非常非常伪的伪命题，这个中国离这个德先生、赛先生还非常非常遥远。我看这些年好像又越来越遥远了，哪谈得上什么崛起？谢谢。谢谢你。Justin。我说点不同的意见吧。第一次参加，听到王健老师好多次那个，就一直听哈，也确实受益很多。然后就说一点，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实际这个时代还挺好。你像我们纳米科技，因为我搞技术的嘛，然后现在也搞销售，然后就说实际上这个暗流涌动还是很多的，就说很多方面，包括翻墙也好，其他方面也好，就是非常容易了。就说不要看到表象的东西，其实科技发展也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是能够更多的沟通起来。这样来说，这种普世价值来说没有那么的悲观。我就说这一点。好，谢谢。艾米，我到我这儿吧，我这里还有很多。好的。好，观点：国家存在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保证每个人的生存与安全。经济上濒临崩溃是毛时代发动政治运动的重要诱因。靠自由世界的接纳，有了40年的经济增长。如今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关系紧张，国内权力斗争的泥潭，让习不得不走绝对统治和军事霸权的道路。没有经济的发展，中共自知将失去统治的合法性。习又翻出了法宝毛泽东思想，中国又一次进入崩溃后暴走的循环当中。没有自由世界，自由经济一定不会持续发展，这样中国一定会被自由世界抛弃。情况，摩根大通的模型表明，中国2030年 GDP 超过美国是所有条件都符合乐观估计才能实现，稍有一些条件不符合就无法超过。一旦发生台海战争，是中美脱钩，我还是不相信。我不管摩根大通的模型什么模型都好，我还是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中国经济从2018年开始已经转了，已经进入一个低增长，就是 3% 左右的增长。那 3% 左右的增长，你怎么超过美国？你现在距离美国那么多，那你怎么超？
怎么超过去？美国进好的时候3%、4%也有啊，你怎么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强弩之末，美国还是处于中年，你怎么弄？你的老龄化的程度这么严重，你没有动力，你没有这么大的增长动力啊，所以什么模型我都不信。第一个增长在下降，第二个就是人口的问题。观点：中国的崛起是老百姓996的付出。当老百姓现在生存的情况步履维艰的情况下，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巨人拖着一个巨大的负资产，这负资产就是中共。所以中共崛起只能让中国摆脱这个负资产，中国才能轻装上阵，并且中国崛起的基础必须是和平以及友好，而不是中共的胁迫和威胁。非常对。观点：纳粹德国的崛起比中国还要出色，但是结果如何呢？方向错了。这种崛起对于世界只能是个祸害，早晚要被其他势力围剿。这个说的非常的对。我前一阵子跟一个朋友聊天啊，我们见面聊天，他说其实当年纳粹德国的崛起比中国还要漂亮，而且西方国家当时对待德国的态度跟现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一模一样，就是刚开始这种所谓的绥靖啊，然后各种往来啊，切不断啊，脱钩脱不了啊等等。他说现在的场景跟当年这个纳粹崛起的情况是很像。提问：就目前中共治理之下的一点公民意识都没有，中国人被洗脑被绑架，请问王老师，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还会反思吗？还会改变吗？除非你要求中国自下而上的改变，所以你就需要中国人反思。如果你不是自下而上的改变的话，中国人反不反思并不重要，你说呢？所以很多人很忧虑这一点，我一直在强调，我一直认为一条，中国的粉红率应该超过90%，这是中国的现实。为什么？被洗脑啊！所以你指望中国出现一个自下而上的革命，我觉得不大现实。可能出现的教育或者改变是什么？就是现实终将教育每一个小粉红。就是那个铁拳，不断的看到这些铁拳和现实生存环境的变化。提问：就目前中共观点，中国人民就算被中共洗脑绑架，也是可以反思出公民意识的。欧洲人民在中世纪也被神权洗脑愚昧，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但是依然出现了文艺复兴，意识到应该以理性取代神奇，肯定人是现实生活中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尊重人权超过神权，最终为欧洲文化和自然科学的崛起进而推动工业文明做出贡献。观点：一个健全的国家是由健全的人构成。中国的复兴首先要求重建正常的道德与政治人格。数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凝聚中国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政治人格缺失，中国一直未能实现现代公民的转型。然而，传统道德非但不是建立公民人格的障碍，而且完全可以作为构建新型人格的起点。观点：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民富国强，然而中国现在是管压榨民，夺取世界排名，最终中国走向独裁孤立是难免。观点：比较 GDP 而不比较总体经济活动gross output， 就和比较两个公司总资产不看各自的负债一样没有意义。中国从08年以后就以各自债务驱动 GDP， 早已经是强弩之末。提问：现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很多方面来自一些指导价格和各种姿势来拿捏操作市场价格，比如控制原材料涨价，控制房价。请问王老师，这样的经济制定部门不害怕出现黑市和市场上有价无商品的情况吗？
这就是现在有一个论调跑出来什么呢？原来计划经济失败是因为原来的这种技术手段落后啊。那你看现在我们有超级计算机，我们有各种设备能够预测需求、分析需求，有大数据，有人工智能。那现在呢，市场经济就具备条件了。跟你说的这个情况有点像啊。中共现在就是房地产提供指导价，你得按照我指导价来交易。哎，这居然管用哦！现在市场开始二手房的市场价格在往下走，然后呢，对这个期货市场上下其手，增加这保证金啊，各种方式啊，倒腾把这价格搞下来，好像觉得政府能够控制啊。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控制的话，那西方的市场经济就白混了，是吗？对吧？你想一下，如果你说你有超级计算机，那比别人美国超级计算机比你强大的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用常识去判断。如果市场的需求可以预测，供应的需求可以预测的话，那这件事情其实在100年前就会发生，不会等现在。所以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失败？原因是需求跟供应它是有不可预测性，除非你强力控制。当你去强力控制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浪费社会资源。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就是说，当你去垄断真理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一定是控制言论，不让大家说话，你才能够垄断真理，否则你怎么垄断真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害不害怕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他一定会在某个地方付出代价，而且一定是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付出代价，而且他付出的代价比他得到的收益大100倍。观点北上深，有3个房的家庭至少500-600万身家，又有几个不去普通菜市场，还不是为了几块钱算计来算计去 ，GDP 呵呵冷暖自知。北上房有个3房的家庭500-600万，哪止500-600万？3房家庭不止500-600万。观点：中国现代的软实力不足，就是因为 CCP 一直以来管制言论，文化不自由，所以只能找出古代文化来充当软实力，而中医就被利用作为文化输出。CCP 不惜牺牲国人的生命健康，也要打中医这个软实力牌。软实力是不能打造出来的啊！软实力不是软实力其实是个结果啊！中共在打造软实力呢，那肯定就是假的软实力。软实力不是打造出来，它是一个结果。它什么结果？强国的结果。一个强国，它一定会有软实力。一个没那么强的国，它打造的软实力是虚假，没有用，没有价值。软实力就是影响你，就是你看这个人很帅，穿什么都好看，但是所以他会影响其他人啊。观点：中国人如果能够免于恐惧，公民时代才能到来。而中共治下，人民始终在高压下，太难了，不知如何突破困局。提问：中国大陆新闻说48个国家致函去 WHO 反对溯源被政治化，我查了半天没查到哪48个国家。以中共的模式，是不是会洋洋洒洒列出名单来大做文章吗？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这次不列出来？因为它是假的呗，你不是已经说了吗？好，明谢唐伟，谢谢刘燕，谢谢来自火星的云儿，谢谢 ZZ， 谢谢啊，初次发言得准备有点多啊。Helen， 谢谢。好，我们今天 YouTube 这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OK， 我 YouTube 结束了。